众所周知，日本导演酷爱拍摄捆绑系列电影，这部电影更是被誉为开山鼻祖，是比花与蛇系列还要唯美的存在。由美是一家理发店的老板娘，这天下班回家路上，偶遇2名歹徒打架，其中1名歹徒手拿刀子到处挥舞，差点就将她误伤。由美被吓得双腿发软，走不了路，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1名好心人路过，将其背回了店里，她心存感激，第2天便带着礼品登门道谢。可雅也却对由美的突如其来感到意外，甚至还有些神色慌张，因为家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雅也是名业余摄影师，负责给各大高校学生拍摄毕业照。然而因为单身太久的缘故，他的心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，拍摄手法也愈发变态。雅也会将这些女大学生五花大绑，专门拍摄她们的隐私部位，一方面可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，另一方面还能将这些珍贵的照片以极高的价格卖出，从而谋取暴利。此时就有一位女大学生被五花大绑，躺在卧室里等待雅也为其拍摄。她担心这一切被由美发现，所以才不停下达逐客令。然而还是晚了一步，被绑的女大学生因为内急私自从房间里跑了出来。由美看见这一幕后不可置信，这才明白表面上正人君子的雅也背地里竟有这种癖好。她穿好衣服起身离开，临走前还不忘对其嘲讽。画面一转，这个面容清秀的女人名叫良子，是雅也的未婚妻，两人刚在一起没多久便同居了。期间她发现了雅也的特殊癖好，还为此受了不少苦，最后忍无可忍解除了这段婚约。可渐渐的，良子就发现自己似乎爱上了这种感觉，以至于她对自己鲁莽的行为感到后悔。因此女人这段时间一直在寻找雅也，只是迟迟没有线索。另一边的由美正带着2名学徒外出购物，回去时竟再次偶遇那名变态男，她怒气冲冲地跑过去，命令雅也向自己道歉。可男人不仅没有照做，反而大方地表示自己就是心理变态，谁让他主动招惹。女人觉得不可理喻，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可雅也却觉得越发兴奋，跟在由美身边不停地用语言骚扰。最后在街边民警的帮助下，他才得以脱身。变态摄影师将女孩诱骗至家中，用绳子捆住双手和双脚，肆无忌惮地发泄兽欲。女孩不仅不反抗，反而享受其中。回去后还将这种捆绑手法传授给暗恋自己的小混混。两人听后萌生醋意，发誓要为女孩报仇。另一边的由美自从在大街上被骚扰后，整个人都变得躁动不安，心中的欲火也在不知不觉间萌生。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想主动给雅也打去电话，但又拉不下脸面，最后只能将电话线缠绕在自己胳膊上，减缓心中的燥热。就在这时，店里来了1名女顾客，由美连忙整理好状态为其服务。此人正是雅也的未婚妻，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身份。终于由美还是按耐不住心中的躁动，只好只身前往变态男家中拜访。凑巧的是，雅也并不在家，他只能留下一张纸条无功而返。殊不知2名小混混就在雅也家门口蹲点，看见由美的身影后不自觉跟了上去，最后将女人堵在理发店里狠狠修理了一顿。另一边，雅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一辆小汽车忽然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女人，正是许久未见的未婚妻。她却像看见鬼一样撒腿就跑，慌乱之下跑进街边理发店，然后就目睹了由美狼狈不堪的样子。女人为此感到羞耻，对着雅也又打又骂。这一幕被追来的良子看见，她误以为未婚夫与理发店老板娘有染，随后便伤心地离开了。后来雅也从女学生口中听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这才明白理发店老板娘是被那2个小混混给欺负了。殊不知从那以后，由美便爱上了这种感觉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体验，于是便偷偷潜入雅也家里。男人看见送上门的猎物也毫不犹豫，从那以后便经常为女人拍摄独家写真。女孩被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，一旁的摄影师见状疯狂按下快门键，随后脱去裤子准备趁虚而入。男人名叫雅也，是个心理变态的摄影师，他会将年轻漂亮的女模特绑起来，用相机将这羞耻的一幕记录下来。未婚妻接受不了这种行为，还因此与雅也分手。可没多久，良子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，因为她发现自己竟然也爱上了这种被束缚的感觉。为了找到未婚夫的住址，良子使用各种手段接近雅也手下的女模特，最终成功跟由美处成了好姐妹。喝完酒后，他们醉醺醺地坐上出租车，良子一路上都在故意怂恿，再加上女人本就神志不清，稀里糊涂地说出了摄影师的住址。她嘴角露出得意微笑，让司机按照这个地址开过去。趁由美躺在车里呼呼大睡时，良子偷偷上了楼，但女人很快就被司机叫醒，她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于是赶紧上楼查看情况。虽然知晓了2人的身份，但由美却
不肯退让。就这样，他们为了争夺男人大打出手，可雅也却不做选择的将两人通通拿下。事后成功的征服了由美和良子。第二天，他来大街上买早饭，途中偶遇之前那位女学生，对方询问雅也为何这段时间不找自己拍摄了。男人听后笑了笑，说自己已经物色到更好的模特了，而且一下子找了俩。女孩听后生气的转身离开，之后找到那两个暗恋自己的小混混，让他们狠狠的将雅也教训了一顿。而另一边的良子和由美也不再依靠这个男人，而是学会在彼此身上寻找未知的乐趣。故事到此结束，有兴趣的朋友去看看原片。